除了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还于周四、周五2天出席在撒马尔罕举办的上合组织第22次峰会。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召开的此次峰会将聚焦哪些重大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排着队要加入上合组织？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邓浩接受深圳卫视独家采访。周四起，为期2天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2次会议正式在乌兹别克斯坦历史名城萨马尔罕举行，共有15国领导人出席。这也是自2019年以来上合组织首次举行面对面峰会。过去3年来，世界地缘政治对抗风险不断升高，各国经济发展遇到一些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上合组织将发出怎样的声音，采取什么样的协调行动，备受各界关注。据悉，本次峰会上，成员国领导人将就安全、金融、人文交流等多领域丰富议题展开讨论，各方还将重点讨论气候变化、能源及粮食安全等新挑战。另据萨马尔罕市长乌马罗夫介绍，这次峰会将发布萨马尔罕宣言，全面阐述上合组织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问题的立场。此外，各方还将签署30多份合作文件，显示了上合组织团结合作的这么一种气势，这么一种力量。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变化的背景下，为整个地区我想乃至对全球的这个稳定都带来了正能量，也对这个我们这一个地区的这个国家应对这种各种发展的困难我想带来了信心和希望。新一轮扩员是本次峰会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上合秘书处此前确认，伊朗将在峰会上正式成为成员国。同时，峰会将启动白俄罗斯加入程序，还将给予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等多个国家对话伙伴地位。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重要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致力于推进区域多边合作和经贸往来，还帮助其他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等危机。中国树立了负责任国家的典范。上合组织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正在不断的扩大。我们也期待这一次的上合峰会能够就上合组织扩大成员进行讨论，达成共识。目前，除8个成员国外，上合组织还有4个观察员国和6个对话伙伴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7月曾表示，希望加入上合组织的国家排成了队。此次上合峰会将启动给予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马尔代夫和缅甸对话伙伴地位的程序。值得一提的是，阿联酋还请求上合组织简化程序，立即接受其为成员国。作为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上合组织已走过21个年头。在2017年给予印度和巴基斯坦成员国地位，完成首轮扩容之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领土总面积超过欧亚大陆的3/5，人口占世界近1半，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去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的 GDP 总和约为23.3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近1/4，比成立之初扩大了13倍多。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邓浩向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冷战后世界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多样化，200多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各不相同。为此，我们拿出了与西方不同的药方。上合组织成立的初衷就是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合作之路，成为欧亚地区的稳定器，树立起负责任国际组织的良好形象。在当前一系列国际形势复杂动荡的背景下，上海精神显得更加弥足珍贵。这次这个上合组织现在开始了第2轮扩员，而且扩员呈现加速之势，一大批国家都希望纷纷要求加入上合组织大家庭。这说明了上合组织它的理念得到了各国的这个广泛的认可，特别是上海精神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我想这个上合组织将会在今后的这个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它将以自己的先进理念也引领整个全球治理。上合组织聚焦合作，坚持相互尊重，不干涉他国内政，这是吸引越来越多国家加入的最重要原因。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作为国际关系事务的一支正能量的代表，上合组织的影响力半径将继续得到拓展。印度时报周3的报道指出，上合组织峰会举行的背景是世界分化日益严重。当世界陷入深度信任危机和地缘政治对抗中时，上合组织应该成为一个没有分界线的吸引力极。上合组织已发展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展现出中国正致力于寻找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对于上合组织和国际社会来说，这些倡议具有非常好的前景，会在全世界获得广泛认同。那么，对今天揭幕的上合组织峰会，您又如何前瞻？
习近平今天在萨马尔罕国宾馆会见塔吉克元首时就深入剖析，当前呢国际和地区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甚至呢这样一种深刻复杂的变化也已经或正在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内部经历着、发生着。也因此呢，这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在世界进入到动荡变革期之际，上合组织在关键时刻进行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峰会。中国最高领导人昨天在深夜抵达萨马尔罕机场发表书面讲话时呢，特别指出，期待出席上合萨马尔罕峰会，同各方一道弘扬上海精神，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本地区的健康发展。何为上海精神？它被认为是上海组织的灵魂，也是上合机制一路走来朋友圈越走越大的成功的基础，那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本届上合峰会的一个重要看点是，作为观察员国的伊朗，大概率呢将会被接纳为正式的成员。那么这是继5年前印度以及巴基斯坦这对国际政治学语境中的宿敌国家或同时接纳为上合正式的成员国之后，上合组织再次扩容。那么也有消息确认，目前呢至少有10个周边国家公开表示希望加入上合，或者是提升在上合组织内的法律地位。这也再次证明上合组织的系统理念、机制运行是很有生命力的。这一套由对话伙伴国、观察成员国、正式成员国等等构成的上合扩容路径，它是走得通，也是行得远的。那么中国元首在即将到来的上合峰会上，就全面深化上合组织的互利合作，就促进上合组织的健康发展，又将会提出哪些个卓有成效的中国方案，阐发哪些个启人思考的中国智慧，外界呢拭目以待。